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Sunny。今天早盘，在一则 Moderna 3期疫苗试验有效率高于辉瑞的消息刺激下，大盘个股有所上涨。Moderna 直接高开 12% 以上，带动邮轮、能源、机场航空等困境反转概念股反弹，道指涨势强劲。大盘是否继续维持上涨局面？下一只疫苗利好暴涨股是谁呢？疫情露出解决曙光之际，那些困境中的优秀公司是不是应该关注一下了？2个月前买入台积电，今天破百，期间出现假突破、诱空等等。今天在100元台积电之际，说说技术分析书上没有讲清楚的那些尔虞我诈。废话不多说，时间宝贵，赶紧订阅阳光财经吧。先说大盘，上周和这周2则疫苗积极消息刺激，带动传统强周期行业板块上涨。道琼斯指数明显强于纳斯达克，上周一冲高回落，形成一个非常难看的 K 线图形。周末点评中讲到，如果能够把上周一这一个上影线收回，那道指将继续上涨。道琼斯指数有创新高的能量，但今天跳空高开之后，形成了一个跳空缺口，也存在一定的回补压力。标普500也跳空高开高走，差一步就把上周的上影线全部收回，强势特征明显。预计大盘易涨难跌，在圣诞放大假之前，也许年内最后一波上涨的机会比较短暂，稍纵即逝。正常情况下，临近大节，资金活跃度就会下降。11月份是最后的窗口期，12月往后资金都打上了过节的标签，纷纷去圣诞老人那里报到了。所以大盘要涨，那可赶紧的吧。纳斯达克指数上周一大跌之后，花了5个交易日收回了上周一大阴线的大部分跌幅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上周一疫苗消息把科技股整趴下了，这周一同样的疫苗消息却没有影响科技股太多，纳指仍顽强收小阳线，预计纳指稳定小涨。接下来讲下一支疫苗跳涨股在哪。Moderna 再传疫苗利好消息，冷链运输要求比辉瑞降低，有效性比大厂辉瑞的还高。Moderna 的临床试验有3万多人参与，然后把3期第一次得到 COVID-19 的95个案例拿出来，发现有90个病例来自用安慰剂的，有5个来自使用 mRNA 疫苗的，以此得到有效率达到了 94.5%。 这次还特别分析了严重病例，有11个重病全部发生在安慰剂这一组，打疫苗的没有发生重症病例。95个病例中有15名65岁以上老人，并且案例来自不同的种族，包括西班牙、拉丁族裔、黑人、亚裔什么的，也就是说明人种多样化，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人种而有效。Moderna 的疫苗安全性如何呢？数据认为没有任何重大安全隐患，大多数不良反应是轻微的疼痛、头痛和疲劳等短暂的副作用。上周一辉瑞出台利好报告之后，股价一步到位，然后就回落到原来的水平。趁这个突然上涨的机会，辉瑞 CEO 居然把股票高位给卖了，让一众吃瓜群众和小散股东非常凌乱。这个 mRNA 会不会再次上演高开低走、冲高回落、套牢股东的老一套戏码呢？我们不得而知呀。不追高不冲动，静观其变是最好。我们知道还有几款疫苗即将公布3期结果，就想知道有没有埋伏的可能。辉瑞公布利好后，股票突涨了 12%， Moderna 公布利好后，股票也突涨 12% 以上。在疫苗竞赛榜单上，研发疫苗的可不止这2家，跑最快的在3期阶段也还有几家。那么想象空间在于，如果这几家冷不丁也出来个积极结果，是不是也会脉冲式突然上涨？那我们来看一下疫苗研究竞赛都有哪些选手，现在跑得怎么样了。除了辉瑞和 Moderna， 强生公司开发的腺病毒疫苗也在3期试验当中。今年3月，强生从美国政府获得了 4.56 亿美元的支持，从9月份开始的强生腺病毒疫苗启动人数多达6万人的3期试验。不过在10月12日，强生一度因为志愿者的不良反应终止试验11天。强生公司目前的3期第2阶段试验从11月16日开始，
这项结果的公布是不是值得一赌？有没有希望像辉瑞Moderna 一样跳涨呢？强生股价走势稳定，没有非常大的波段，长期潜伏心理压力不大，即使不涨也很难大幅下跌。强生业务分布众多，体量很大，不像 Moderna 这种全靠一个疫苗定乾坤。事实上，很多疫苗竞赛当中的公司都纷纷表示要成本价销售新冠疫苗，唯独 Moderna 说要盈利。大公司要从疫苗上崛起相对困难，博弈一把试验数据和赌财报是一个道理啊。愿赌服输。 Novavax 小盘股56亿的市值，一个疫苗成败事关重大，所以今天它有显著下跌，原因是它在疫苗竞赛中，大型生物医药公司输得起，底盘稳，疫苗比别人慢，还可以出生产能力。总之，这个蛋糕只要有就吃得到。而小型生物制药公司呢，如果跑输了，可能就前功尽弃。因此，我们今天看到了 Moderna 和 Novavax 冰火两重天的走势。Novavax 在今年7月获得美国政府16亿美元的支持，也是在9月份启动了3期试验，预计2021年初取得成果。阿斯利康 AZN 与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疫苗，本来是跑得最快的一支，但9月份因为参与试验的一个志愿者出现了不明原因的疾病，疫苗试验被暂停。10月份查明原因，重启了试验。如果有收看阳光财经的节目，大概7月份我们就讲到疫苗第二波机会，并且对阿斯利康也有提及。因为出现搁置，现在呢这支疫苗跑得慢了，但是今年剩下1个月的时间公布一些结果是可以期待的。以上3个都是3期里面跑得较快的，一旦出类似利好的结果，也会促成脉冲式上涨。当然了，赌新冠疫情的解决，不只可以赌疫苗结果，还可以逢低布局那些受到疫情影响的股票。然而，新冠呈现出解决希望的时候，那些深蹲的股票已经悄悄地站起来了。哪些板块和个股将会受益于疫情的解决呢？目前来看，比较广泛认同的是航空、邮轮、娱乐场所和能源板块。然而，个人认为 REITs 也有可能困境反转。个股方面，我看几只股票虽然不会有暴利，但安全性可能会好于邮轮股票，比如 SPG、SBUX 和 DIS 等。航空公司倒霉了1年，波音倒霉了2年。波音是从787 MAX 飞机掉下来开始走霉运的，有时投资碰到运气不好，就坐这个滑滑梯下来，然后就在底部盘整1年以上。比如这个 AAL 是我们讲到受灾股绕不过的一只。美国航空等航空公司普遍腰斩，别人反弹没他们什么事儿。现目前为止，美国航空仍在底部，这被知名博主称为趴地股，趴在地板上装死很久了。蓝色线是近期 K 线最低点的连线，成为一字底或者叫多重底的一条支撑线。目前航空公司虽然没有以前航班多，坐满了人，但是人们出行逐渐恢复，一旦疫苗获批量产，解决了大问题，那航空公司再次起飞的逻辑就顺了。长期压抑的旅行需求将会在疫情结束前后报复性反弹，到时不要哭爹喊娘的抢不到机票就好了。那么现在不是最倒霉，但是很倒霉的航空板块是不是同样会报复性上涨呢？退一万步讲，蓝色线为代表的底部是不是铁底？买航空股大概率是最多输时间，不会输多少钱的策略。当然，这个策略只留给有耐心的人以及老是忘记账号密码的人。邮轮股与航空股类似，但邮轮的需求要晚于航空爆发。从形态上看，邮轮和航空都是底部形态，同样的逻辑和结构。能源板块实在是受到政治和经济双重压力，即使有机会，那也只是周期性机会，不代表长期反转的趋势。接着我们主要讲一下 REITs。 不动产信托基金是集合资金当房东，搞出租收租金分配的投资产品。有兴趣了解基础知识，可以点右下角的卡片。这里我们讲 REIT 龙头 SPG 西门地产。SPG 原计划是52.5美元一股收购陶布曼的股权，结果疫情7搞8搞，价格跌下来，最近公布收购价下降到43元一股。SPG 在总价上省了8个亿，
也算是疫情因祸得福了。REIT 就是收租为主要投资目的，按目前的股价和分红来算，股息率接近 7%。这家 REIT 是把商业地产进行出租为主要收入来源的，疫情关店、退租、破产潮对 REIT 都是重大影响。疫苗的进展以及最后获批推广，对 REIT 的困境反转也是有很大的帮助。SPG 疫情暴跌以来持续底部整理，把股东折磨得一点耐性也没有了。蓝色的线显示 SPG 的底部不断抬高，虽然一直在整理，有资金悄悄建仓，造成了蓝色线的抬升。博疫情困境反转， SPG 为代表的 REITs 应该不能忽略。最后讲一个个人持仓，台积电在9月中旬突破84元之后，我就发表了个紧急买入台积电的视频，然而那是一次假突破。突破完之后又回到84以下，我没有止损哦，当时就被批评不严格止损。现在股价上了100，一轮主升浪就这么起来了。技术上假突破反复使诈，负负得正的情况正在不断涌现。当我们学书上的技术分析时，它只告诉我们最基本的理论，但书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市场博弈是人性的充分体现。多头空头，你的对手和你掌握相同的知识，甚至他们还有更先进的软硬件，所以光技术分析是不够的，回归基本面，回归耐心和坚持，才能收获长线收益。那止损这件事是不是个伪命题呢？首先，什么人需要严格止损？对于通过技术面主观交易的人，在支撑压力线突破反转时就要止损，因为他们博取的是获胜的概率，在输赢各 50% 的情况下，赢的时候多赚，输的时候少亏，理论上就能达到长期稳定获利。但对于价值投资，有些公司是铁定要业绩增长的，打着望远镜找不到对手的台积电，止损就不怎么必要。套住是一时的，创新高是经常的。其次，策略风格决定你要不要止损，赔得起赔不起决定要不要止损。理论上，对核心护城和坚固的公司，股票跌了反而是逢低买的机会，怎么跌了反而止损呢？而对于业绩一般的周期性行业股票，该跑一定要跑。台积电2纳米工艺取得重大突破，技术上遥遥领先，准备继续持有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